姑娘被新来的经理企图侵犯，这经理有老婆孩子，但是管不住自己的风流成性。呵呵，我喜欢的女人绝不能让她溜走，必须拿下。几番暗示之后，这位女职员何飞燕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的不懂，对新来的分公司经理吴一德的言语挑逗总是能4两拨千斤，巧妙地岔开话题。吴一德急了，他打算来硬的。慢着，不行，我得冷静。我是个有绅士风度的人，怎么能用粗鲁的手段呢？再说了，霸王硬上弓的话，要是被人家告了，岂不是得不偿失，因小失大？我还是用过去使用过的老手段吧，毕竟以前用这一招总能成功，从未失手。什么招数呢？吴一德召集销售部全体人员，开了一个业务启动会，发给每一位销售代表15到20个目标客户，说最后要考核成交额，高者中奖，低者罚钱。成交额最低的那个人将会被公司辞退，说这叫末位淘汰法。新经理吴一德喜欢上的这位女职员何飞燕也是销售部的销售代表之一。接过目标客户列表，这么一看，何飞燕所分到的这些准客户啊，全都是难以搞定的公司。何飞燕虽然年轻，可她也想到了，这分明就是跟我过不去嘛。我与你吴一德无冤无仇，以前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要害我呢？敲门进入经理办公室，吴经理，为什么分给我的这些个名单全是劣质公司？要是这样，我肯定完不成任务呀。到最后末位淘汰的那个人一定就是我。吴一德假装一皱眉，然后撇着嘴笑了笑。飞燕啊，我观察了，你是咱们公司里边最漂亮的姑娘了，业务能力嘛，据说也很好。所以呢，我是有意重点来培养培养你。你这份名单可不是你所说的劣质公司啊，他们的实力都是很强的。虽然过去对于跟咱们公司合作，他们的意愿都不是太足，但是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家公司，不要说全部，只要有1/3能够跟咱们公司合作，今年的销售冠军非你莫属。到那时，我向总公司一汇报，你就是新任销售部经理了。明白我的良苦用心了吧？这样，你先去执行，实在有什么困难的话，再来找我，我再好好帮你想办法啊。何飞燕听到这儿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只好皱着眉头转身走出了吴一德的办公室。吴一德看着何飞燕姑娘那苗条的背影，他哑然一笑，呵呵，不出3天，碰几个钉子之后，你会再来找我的，到那时就是咱俩成就好事的时候了。嘿，这家伙越想越美，滚烫的一杯枸杞茶水，张大嘴一喝，呵呵，噗，嘴唇差点烫起来一个大水泡。何飞燕姑娘回到住处，就把这件事情原本向一起合租的表妹赵生花说了。赵生花一听就急了，表姐，你这是被算计了，只有2种可能，一是要把你赶出公司，二是你们公司新来的那个什么经理对你图谋不轨。根据你的容貌和身材来看，只能是第2种情况，姐，你可要小心了呀。何飞燕点了点头，我也想到了，不过现在也只能是拼死一搏，万一成功了还能多挣点奖金，失败了的话，大不了辞职不干了。骨头砖挑硬的啃。第2天，何飞燕抖擞精神，先找到他认为最难缠的一家公司。别说还挺顺利，对方的业务代表很痛快就答应了带何飞燕去见他们的总经理。这位总经理名叫朱闹海。见面一握手，朱闹海拉住何飞燕的小手，好半天也不肯松开。
何飞燕一眼看穿，哎，又是一个色狼，怎么办呢？只能是硬着头皮应对呀。何飞燕口齿伶俐，思维敏捷，思路清晰，用很简短的话语讲清楚了自己公司的业务优势。朱总，您看我讲的还清楚吗？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尽管提出来。没有，暂时没有疑问。这样吧，我再考虑考虑，你回去等我消息啊。何飞燕说声再见，转身离开，心里并没有抱什么太大的希望。坐在老板椅上的朱闹海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将脑袋靠在高高的椅背上，把烟缓缓吐了出来。看着烟雾在半空中缭绕升腾，他心里便也想好了得到这个漂亮姑娘何飞燕的计策。3天之后，何飞燕接到对方公司业务代表的通知，说是让他和经理吴一德2个人明天上午9点到富豪大酒店的3号多媒体会议室，通过 PPT 的形式详细展示一下他们公司的业务优势。简短截说，经理吴一德带领着销售代表何飞燕2个人，在富豪大酒店由何飞燕讲解，再次仔细展示了他们公司的实力部分。结束之后已经快到中午了，按照朱闹海的提议，双方代表在酒店共进午餐。其实也就是朱闹海、吴一德、何飞燕这仨人。何飞燕的新上司这位吴一德经理干工作水平很一般，但是要说观察客户的个人企图这方面，他可是高手中的老手啊。对方公司总经理朱闹海那假装一本正经的样子，瞒哄别人还行，怎么能逃过他吴一德的眼睛？早从朱闹海的眼神当中看出了他对何飞燕那贪婪的色心。吴一德心想，哼，你小子眼光倒是不错，可老子我能把嘴边的肥肉让给你吃吗？我吴一德是什么人？我是采花老手，小燕子他马上就要是我的人了，你小子想占便宜没门。可喝了几杯酒之后，吴一德转念又一想，哎呀，我不对呀，我这不是拎不清吗？怎么何飞燕是我什么人？什么都不是啊，既不是老婆又不是情人，只不过是我想玩一玩，但截止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玩成功的这么一个有些姿色的女销售罢了。像她这种，过去我也曾经有过10几个，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可不能为了她失去这个大客户啊。这朱闹海虽然人挺讨厌，可他手里握着大权呢。只要是他一点头，同意了跟我们合作，今年的业务目标就等于是完成一半了。无论如何也得把这姓朱的搞定。对，就这意思。于是乎，接下来的推杯换盏，吴一德就有意让何飞燕多喝酒。时间不大，何飞燕姑娘可就喝醉了。朱闹海呢，也假装有几分醉意。吴一德与他心照不宣，嘴上却是冠冕堂皇。朱总，真是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我们的小何姑娘她醉了，要不这样，您帮我把她扶上楼，我已经订好房间了，大家休息休息，醒醒酒，您看行吧？朱闹海呲牙咧嘴，掩饰不住的开心。行，可以，听你安排，你安排。就这样，吴一德搀着朱闹海，朱闹海搂着醉酒的何飞燕，3个人乘电梯上楼，进入了酒店房间。把何飞燕放在床上躺下之后，吴一德推说自己还有点事儿，就转身走出屋外，把门还给带上了。朱闹海低头看着躺在雪白床单上烂醉如泥的何飞燕姑娘，她是兽性爆发。2-3分钟之后，朱闹海就要得逞，突然咣当一声，门被推开了，几个人站在门口，其中一人闯入屋内，手里举着一部手机，将慌手忙脚的朱闹海拍了个清清楚楚，都给录下来了。
朱闹海好不容易哆里哆嗦穿好衣服，一看来人，他就是一愣，原来这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虽然是小姑娘，可她这长相有点太吓人了，比那母夜叉好看不了多少。我已经把你的所作所为拍视频留了证据，还有刚才那个吴一德，酒店监控也有他帮着你干坏事的记录。我会把你们告上法庭，送进监狱的。说了半天，原来此位小姑娘不是别人，正是那女销售何飞燕的表妹赵生花。这家富豪大酒店就是他们家开的。自从那天表姐何飞燕说了自己在公司遭遇到的所谓末位淘汰的事情之后，赵生花姑娘就开始暗中保护表姐何飞燕了。现在朱闹海被吓得魂不守舍，找回来吴一德，一同向赵生花姑娘求情，说是好在何飞燕还并没有被欺负，什么都没有失去，如果肯放过他俩，怎么补偿都行。何飞燕酒醒了之后，表姐妹俩一合计，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最后商定，朱闹海与何飞燕他们公司签订1年的订单，同时朱闹海和吴一德2个人共同出钱，把赵生花手机里的视频买下来，俩人筹钱去了。何飞燕与表妹赵生花坐在一起，她忽然一转念，表妹，我们错了，不应该答应他们。现在这么办，好像是都有一个好结果，咱是又得了钱，还保住了工作。可像吴一德、朱闹海这样的坏蛋，今天放过他们的话，将来他们还会坑害其他女孩的。表妹赵生花深以为然，使劲点了点头。于是姐妹俩双双走进法院，将吴一德和朱闹海告上了法庭。朱闹海与吴一德本来都有着体面的工作、高额的年薪、幸福的家庭，却因为缺乏做人的底线和良心，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身败名裂，锒铛入狱。何飞燕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换了一家新公司，高高兴兴上班去了。